野猪泛滥问题日益严重，多地颁布杀猪令，人猪矛盾能否被解决？众所周知，野猪作为杂食动物，自然界中的很多植物动物都会成为它们进食的对象，因此一些农村种植的庄稼遭到了破坏，甚至城镇的居民区也出现了野猪的身影。前段时间，安徽金寨因为野猪伤人事件频发，为了保护人们的安全，因此颁布了杀猪令等条款。其实不仅仅是安徽地区，我国很多地方都受到了野猪的侵扰，不得已纷纷出台杀猪令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所谓的杀猪令究竟是什么？能否有效解决野猪泛滥问题呢？其实杀猪令很好理解，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对野猪进行捕杀，从而减少野猪的数量。这样一来就能够防止更多人因为野猪泛滥问题而产生损失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杀猪令的颁布有没有缓解野猪带来的压力呢？很多人都以为有了人类行为的影响，野猪的数量一定会遭到很大的打击，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了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，捕杀野猪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一些。所以为了防止有人因私自捕杀野猪而受伤，规定只有那些具备持枪证的狩猎人员才能够进行猎杀，并且为了防止给野猪种群造成致命性的打击，狩猎人员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狩猎。如果私自对野猪进行猎杀，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。所以真正能够参与到杀猪令任务中的狩猎人员并不算多，因此野猪的泛滥问题直接没有被解决。既然多地颁发了杀猪令，那么那些被猎杀的野猪又会被如何处理呢？虽然杀猪令的颁布并没有完全解决野猪的泛滥问题，但是每年被狩猎人员猎杀的野猪也不在少数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些野猪尸体又该如何处理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售卖吗？其实参与到杀猪令中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一项规定，那就是所猎杀的野猪不能够私自处理，国家会根据10元美金的价格进行回收。正是因为有了这项规定，让很多人产生了误会，认为有关部门想要低价回收，再高价出售出去，就能够从中赚到很多差价。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难道真的和人们认为的一样吗？实际上，有关部门将野猪的尸体回收是为了能够集中进行处理。由于野猪长时间生活在野外，所以它们的身上必定携带着很多细菌，其中难免会有一些传染性比较强的病毒。如果被人们食用以后，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因此，为了防止这些细菌进行大面积的传播，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人们接触不到野猪的尸体。因此，禁止狩猎人员私自售卖野猪肉是十分有必要的规定。而用10元美金的价格进行回收，仅仅是为了给狩猎人员一些劳动补贴，并不是为了从中赚差价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政府将野猪的尸体回收后，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处理呢？为了防止野猪尸体造成传染性疾病的传播，所以相关部门会寻找一片空地，将这些野猪全部进行掩埋，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抑制细菌传播的粉末，这样一来就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。为何如今野猪的数量这么多，人们还要对其进行保护？虽然如今野猪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但是在几十年前，它们却面临着灭绝的风险。由于当时的人们生活条件有限，为了改善生活，就只能采用打猎的方式来获取食物。而野猪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动物，再加上体型比较庞大，所以就成为了人们捕猎的第一选择。由于当时没有法律的保护，再加上具备打猎能力的人比较多，所以野猪的数量呈现出了断崖式下降的趋势。等到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，野猪已经徘徊在了濒危的边缘。为了防止野猪彻底灭绝，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保护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野猪的数量就会增长这么多呢？其实这是因为有了法律的保护，几乎没有人再对它们进行猎杀，再加上能够对野猪造成威胁的天敌数量越来越少，野猪在自然界中生存几乎没有压力，并且它们的繁殖速度极快，因此被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脱离濒危的处境。既然野猪已经没有了灭绝的风险，人们为何还要对其进行保护呢？其实这是因为挽回一个濒危的物种并不容易，为了防止野猪再次陷入困境，就必须继续对人们的行为加以限制。不仅如此，野猪的战斗力十分强大，禁止人们猎杀野猪的同时，也是为了防止有人私自猎杀而对他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。不管怎么说，野猪的泛滥问题仍在继续，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我